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转眼就到元宵节了。这里先祝每一位观众朋友阖家元宵节平安团圆幸福。今年的元宵节却是中南海的不眠夜，美国、以色列在2月28日联手发起了对伊朗的空袭，第一天就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给干掉了。川普在3月1号宣布，已经有多达48位伊朗的政界、军界和情报界的高层在空袭当中丧生。我们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刚好谈到窗口消失大战前夜，还真的就是前夜。那期节目是2月27号傍晚7点过发表的，结果呢，德黑兰当地时间28号上午炸弹就从天而降了，还真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大战前夜。上次节目当中说到，有些朋友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伊朗已经在挨炸了，还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中共的冲击上。2025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了12日战争，稍后由美国 B-2轰炸机炸毁福尔多浓缩铀工厂的午夜铁锤行动。按理说，经过了那一轮呢，中南海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按理说要震惊，那回已经震惊过了，请问这回还震惊吗？应该说不仅震惊，而且更加震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最高领袖在战争爆发的第1分钟就挂掉，这事儿更能刺激到习近平了。丧尸百万，流血飘杵，赤地千里，对他的震动都没有那么大。当然，连带着一起被震惊的还有诸多中共的正国级和副国级的高层，因为伊朗已经有40多位相同级别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追随最高领袖而去了。这些人当中包括有国防部长、陆军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前总统、大法官、情报界头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秘书，还有最高领袖的顾问等等啊。这事儿要放在中国的话就相当于是中央军委全体再加上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阵亡了。那你说这事儿对中南海的刺激能不大吗？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头衔在这一刻就是一种另类的特权了，是去见真主的快速通道的通行证啊。当然对伊朗领导人来讲是去见真主，对中共领导人来讲呢就是去见马克思。当然震惊之后就会有所行动，我预计伊朗经过这一出以后呢，中共的战狼姿态会有所调整，将会进入紧张的静默防御姿态这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会详细解释。当然，中南海做出怎样的反应，也是和时局的发展有关的。现在它是少说少做，因此呢，还是要介绍一下目前战争的进程和美国会采取的行动阶段。美国之音采访了以色列的退役少将阿米多尔，他曾经担任过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把美国的行动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要完成的目标。那么我在阿米多尔少将的观点基础上稍微做一点扩展把美国的行动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到它无法再恢复的程度。第2阶段就是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呢和朝鲜一样也一直在致力于发展远程火箭，得要做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它那个核弹对美国的威慑才是实实在在的。而这一点川普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在川普的第1个任期之前，朝鲜就初步具备了远程火箭的能力，所以川普对于朝鲜的办法就比较有限了。2012年，朝鲜第1次试射了人造卫星，就初步具有了发展洲际运载火箭的能力。它既有了核弹，又有了运载工具，所以对于美国的威胁就比较实在了。川普一上任，对金正恩的态度就比较谨慎。然而对于伊朗，他还没有走到这么远嘛，所以就绝对不能够允许他发展到这一步。所以这2个步骤，把伊朗的核能力归零和把它的中远程导弹能力归零，是空袭的头几周就要完成的。伊朗的中程导弹虽然打不到美国那么远，但是它也能够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基地当然也是要拔除的。那么这一阶段完成之后，再向下延伸，就是要把伊朗的短程导弹甚至远程火炮的能力都一起打掉，让伊朗也失去攻击邻国的能力，这样就会把伊朗的混乱完全局限在它的国境之内，危机就不至于外溢，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冲击就有限，相当于呢就是给它下了个罩。第3阶段就是伊朗政权的变更，这是最不可控、时间最容易拖长的部分，也是最需要依赖伊朗人民的部分那这是以色列的阿米多尔少将对美以空袭伊朗3个阶段的划分。在第2阶段和第3阶段之间呢，我又加进了一个 2.5 阶段，它是和前2个阶段同步进行的，但是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空袭瓦解伊朗武装力量的指挥链。
要知道啊，伊朗的军事机器是一个稳定运作了几十年的系统，它是不会由于1-2天的空袭就瓦解的，所以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具体的讲呢，就是需要像对待哈马斯一样，按照他那个权力接替的先后顺序，由前到后一个一个把那个递补名单上的人选都给清除掉，他递补上来一个就干掉一个，让所有排在这个名单后面的人都不敢接手权力。相当于你获得提拔就跟拿到了死刑判决书一样，或者任何接手权力的人都没有选择，都必须去和美国谈判才能保住性命。当就这一点达成共识的时候，这个 2.5 阶段定点清除的目的就算达到了。那请问这个步骤进展到哪一步了呢？说到这儿，先停下来宣布一个消息：3月29号星期天下午1点钟，我会在多伦多四季剧院办一场粉丝见面会，欢迎所有买了当天神韵演出票的朋友前来参加。具体做法是，请先上神韵艺术团的官网神韵 .com， 选多伦多四季剧院，选3月29日，点开之后选座位。结账的时候用我们频道的优惠码 WZOfficial26 可免除手续费，完成之后您就可以扫描现在屏幕上的2维码报名参加招待会了。咱们老粉都知道我很少办线下见面会，这次是想为我所热爱的神韵尽一份绵薄之力。目前神韵8个艺术团正在全球巡演，大多伦多地区的演出是3月12号从汉密尔顿市开始，然后是密西沙加、基奇纳和多伦多，希望大家别错过机会，和家人共同观赏这场如天堂般绚丽的演出。我也期待着29号在多伦多和朋友们相见，但是剧院方只让购买了当天演出票的观众参加活动。那回来书归正传，美国和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呢？有报道说，哈梅内伊在死之前安排了4层权力接替的顺序，但是哈梅内伊被炸的时候，他有多名亲属在场一起被炸死了那这个接替名单上候选人一下就少了不少。有传闻说，很有希望成为他接班人的儿子穆杰塔法·哈梅内伊也一起被炸死了。还有前总统内贾德，那位多次叫嚣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前总统，在空袭的第一天也挂了。还有的媒体报道说，哈梅内伊死后被选出来的代理最高领袖叫做阿里里萨·阿拉菲的那位，上任第一天就被嘎掉了。但是这几个人的死讯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特别是需要得到来自伊朗国内的消息。所以目前川普手上的点名簿还处于这个接班序列的第1层到第2层之间。好，让我们把镜头现在转回来到中南海。当前的多数分析，我认为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对伊朗高层的这种点名清除，对中共有一个极大的冲击，就是反衬出中共内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接班序列安排。哈梅内伊在死之前还做了4层安排，而在中共这边连1层都没有，所以这种精确的斩首战对于中共这种体制就极其具有毁灭力。估计现在让中南海的许多人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就给了中共内部一些人很强的理由，习近平必须要交代出明确的接班人。不仅如此，而且还得让接班人尽快的实习上位，否则不管你做了几层安排，你安排归安排，不保证他真正接手权力的时候能玩得转他有可能掌握不了局势。习近平呢是一直都在铁拳别人，这一回呢他的社会主义铁拳不小心是被川普的资本主义铁拳给怼回来了不小心被川普的拳风给伤到了。习近平现在就被迫转入了静默防御状态，就必须要面对接班人得明确这方面的呼声。川普挑选的打击时机呢也很可巧，正好就在中共两会召开之前你说上千名代表齐聚一堂一边开着会一边想着自己在伊朗的老朋友们纷纷见真主那是个什么心情自己在这儿齐聚一堂，万一被一个导弹飞过来连锅端了怎么办呢？虽然现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中国，但是这样的恐惧是会萦绕在心头，嘀咕是免不了的。那习近平面对着要他明确接班序列这种压力，会怎么选择呢？有2种选择。第一呢，就是像哈梅内伊死之前一样，做出接班的层级安排，这本身是一种客观形势的需要，大多数有理智的统治者也都会这么做。但是偏偏呢，哈梅内伊被击毙来得太不是时候正是张幼侠案僵持不下的时候。在本次人大会议之前，2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开除了2批人，一共22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可是张幼侠和刘振立都不在其中。看起来呢，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并没有完全配合习近平，特别是在2月25号被开除了人大代表资格的原陆军司令李乔明，之前也没有官宣他被调查呀，也没有正式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啊，就是人大先开除了他的代表资格。那这样看起来，对于张又侠和刘振立他们2个人，人大至少先开除他们其中1个人的代表资格，这事儿是可以办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不是必须要等到中央政治局认可了对他们的罪行调查报告以后才能够做，在人大的章程内自己是可以先办了的。那确实有比较大的概率，习近平在赵乐际这里是遇到了一些阻碍。可是赶巧不巧，这个时候又碰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梅内伊挂了，那问题就来了，还不等美国人的 B2 轰炸机来，你习近平就把同志们给干光的差不多了。那有朝一日导弹飞过来，你先走一步见了马克思，那全党不就散架子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不管是赵乐际也好，温家宝也好，不是更加有理由抵制习近平的清洗了吗？在这种形势下呢，习近平就有可能选择妥协转入静默防御状态，允许这个接班人问题在一定程度被讨论。当然，习近平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反而抓紧时间行动，把潜在的对手全部都干掉，然后再安排他接班的顺序。那这就是由静默防御转入静默攻势了是在党内清洗这个领域转入攻势。美国斩首战造成的心理阴影，反而就成了中共内部斗争的催化剂了。以习近平现在的状态，我认为这2种选择当中，他选择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伊战争进展到这一步对中共全方位造成的战略冲击这种冲击还不仅仅是什么李立这样的军事专家，还有国内的一些军事博主整天吹嘘美国不敢打伊朗，还不仅仅是他们脸被打肿的问题，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全面战略坍塌呀。首先是中共这个反美带头大哥的威望算是彻底扫地了。什么叫大哥？大哥之所以大哥，首先在于你能够输出一种安全体制，接下来你才能谈得上把这些小兄弟拢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国际大循环的贸易圈让别人成为你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也才谈得上搞什么人民币的国际化，把人民币作为这个圈内的一种结算手段。也就是说，大哥之所以为大哥，首先在于你能罩得住小弟你能在人身安全上保护得了他们，接下来才谈得上供应链整合，以及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结算手段和储存货币这些事情这个先后次序是一定不能够搞颠倒了。而现在伊朗领导层被集体斩杀，中共什么也做不了，完全罩不住小弟的人身安全，那也就彻底失去了大哥的资格嘛。那接下来包括什么一带一路还有人民币国际化呀，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全世界经过这一役，立刻看到了谁才是真正的大哥。那么中国周边的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就会迅速发生转变。要知道，东南亚国家转向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转向的速度会比俄乌战争俄军拉垮以后那个哈萨克斯坦还有蒙古这种俄罗斯卫星国的转向速度要快得多。为啥呢？因为哈萨克斯坦和蒙古是内陆国，夹在中俄2个大国之间，它地缘出路有限，西方国家离得太远，而越南、泰国、菲律宾这些国家，他们可选择的对象更多，这是中共马上就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朋友圈立刻就散伙。当然，这个重组朋友圈进程的快慢也和美国在伊朗那边推进是否顺利有关。不过我认为，只要前面讲的第2阶段的目标达成，就是把伊朗的混乱隔离在它的4境之内，这个下诏的目标一旦达成，就算是大局已定了。我认为1至2个月之内，这个目标是有望达到的。接下来是中国军工神话的破产，这一点对于内宣和外宣的打击也是非常致命的。伊朗装备了中国的红旗系列防空导弹也使用了中国产的反隐身雷达系统。可是这些所谓的高科技装备，在1月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的时候就没有发挥效力。当时呢还算是单一事件很多人还可以辩解。那这次在对伊朗的斩首战当中，这些装备同样完全成了摆设，没有发挥效力。那中国产的这些所谓高科技装备在美军面前的不堪一击，已经是摊在阳光下的事实了。它就直接导致了上面所说的中共想打造的反美轴心坍塌了。你这个铜墙铁壁在美军面前是纸糊的，你老朋友一个也保不住，甚至连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那你的朋友圈还不一哄而散吗？这个实战当中的完全碾压，也等于宣布了
中共多年以来致力于发展的那个区域拒止战略，就是要在远离台湾的地方就阻止美军的介入，这个战略已经提前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略要有效，它需要北斗卫星系统提供对美军的准确定位，需要卫星和远程雷达为导弹提供关于美军的准确参数，还需要反隐身雷达能够及时发现美军的 F-22、F-35还有 B-2 这些有雷达隐身功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所有这些技术资源都被中共拿来支援了伊朗，但是啥作用都没起啊。那这就给了美军还有美国的盟友在许许多多地方大胆行动的胆量。同时呢，对于中共解放军的士气打击是极其大的。还有对于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虽远必诛这种宣传也起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内宣外宣同时破产啊！这是从苏联解体以后，中共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宣传危机。当然也不排除随着军事行动时间的延长，美军会有一些损失，这些损失也会被中共拿去大做文章啊，比如说伊朗有些导弹没有被拦截住，或者有少数美军的飞机战损这些是没有隐身功能的战机，有可能会被击落。尽管美军肯定随着军事行动的延长多少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这种降维式打击的态势，一面倒的态势是确定不移的了。再接下来就是经济方面的冲击，伊朗声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有超过 20% 的原油和 20% 的液化天然气的输出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不仅是对中国。但是伊朗正在快速失去干扰海峡交通的能力因为不仅是针对海峡的导弹部署，甚至是伊朗的远程火炮和布雷都会被美军随时招呼到。伊朗海军现在已经接近于全军覆没的状态了，所以伊朗正在快速失去干扰海峡交通的能力。但是伊朗还是有一招混不吝的打法，同归于尽的打法，就是攻击邻国的石油基础设施，去炸人家的油田，炸人家的港口，目的是继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之后，再挑起一次石油危机干扰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供给，从而也影响到金融市场。但是这么一招呢，也就逼得中东国家被迫站在了美国一边他们得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嘛，所以就必须加入美国的维稳了。沙特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呢，据说曾经反对美国打击伊朗，就是害怕这个危机外溢干扰了他的石油出口。但是现在伊朗来这一手，沙特没有办法，也只有回归站队，表示愿意支持美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还有法国、德国、英国也表示有必要的话加入到中东维稳。所以毛拉政权的一通王八乱拳反而是加速作死。在这种经济冲击下，中共是蒙受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因为中共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大约现在中国每年进口的原油 10% 到 15% 是来自于伊朗这还没有包括一些从间接渠道取得的伊朗原油。有分析认为，伊朗产出原油的 90% 都流向了中国。那这部分货源断绝，再加上对波斯湾整体石油输出的干扰，那就足以使中共的能源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油价上涨呢，会带来输入性的通胀，传导到物价上涨。可能有人认为现在物价涨一些是好事因为中国正在经历通缩，也许能够对冲通缩。不过这种通胀是输入性的通胀，是大宗商品和基础性商品的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它无关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也无关乎人们增加收入，企业的利润也不会增加嘛，它就是单纯的增加企业成本，再去挤薄利润而已，所以它并没有对冲通缩的作用，这一点上不要有误解因为中国的通缩它本质上是需求不足造成的，是干啥项目都不挣钱，所以信贷扩张没有动力，而这个输入性的通胀呢，反而会让这种需求不足更加恶化。伊朗这种王八乱拳冲击全球能源安全，还有一个附带的政治后果，现在呢是很少人谈到我这里先把它提出来，就是川普搞的那个和平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替代品，会获得更大的舞台。川普发起这个机构的初始动机是推进他在加沙的和平进程以及未来的加沙重建。但是现在伊朗这边出了更大的事情，霍尔木兹海峡，那它未来的非军事化和国际托管渐渐就会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还有伊朗未来的政权更迭和整个中东维稳的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实际有执行力的国际机构来出面协调。那你说联合国安理会有执行力吗？它没有吗？有中俄在那里做梗，它什么决定都做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川普搞的那个和平委员会就有了施展的空间。
波斯湾沿岸的国家都期待着恢复秩序，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带头大哥，有一个真的有执行力的国际组织，把他们包括在内，参与到未来的秩序重建中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怎么处置，都和他们自己的利益高度相关，他们都不能够置身事外。那么川普这个时候就握有了极强的话语权，他扼住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扼住了全世界的咽喉。那其他国家像欧洲这些国家也不好唧唧歪歪了先让能源交通线畅通了，先保证了能源安全再说。那你看川普这不就好办事了吗？那随着这个伊朗危机的进展，川普手里的这个和平委员会就会重于九鼎大吕，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加速消亡。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世界上每发生一次危机，你就看这个危机从哪儿开始，又在谁手上结束，谁在主导这个进程，那未来就是谁说了算。当然，如果这个危机长期不能结束，美国又深陷其中，那就会是另外一种故事发展方向。所以关键要看几周之内，川普能不能够实现他前2阶段的目标，把伊朗的混乱控制在他的4境之内。不管怎么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1天之内就击杀了48名伊朗的高层，这对中共来讲绝对是个极强的震撼。不管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还是逮捕马杜罗，都远远不如这一波震动强。但是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也很有可能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要面对着更强大的红色恐怖。因为对中共带来巨大震慑的，除了伊朗和以色列的精确打击，还有伊朗人民的载歌载舞呢。你看他们的人民在欢庆独裁者的死亡，中共是一定要阻止同样的情绪扩散到中国人当中的。所以中共的那个静默防御，更是要防着中国人追随波斯人民奔向自由要对中国人加强压制。其实从2011年以后，茉莉花革命以后，中共的维稳费用就稳定的超过军费，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说明问题了在国际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共的优先防范对象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然后就是防范民众。还有，我预计中共接下来的宣传重点也会转向，会从战狼，从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虽远必诛，东风快递这些吹牛逼，转向悲情叙事就是会去宣传战争给伊朗带来的伤害老百姓怎么样民不聊生啦，伊朗人民怎么样活得不如在神权政府的统治之下还有伊朗人民怎么又怀念哈梅内伊时代的岁月静好什么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会转向这种宣传。那么请大家静观大外宣账号的动向，看它会不会发生。波斯民族现在正在经历新生前的阵痛，而中国人民呢，则正在经历黎明前的最黑暗。那希望波斯人民的阵痛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黑暗都不会持续太久吧。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随着时事的进展，咱们再来进一步评论。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3了。谢谢各位。